这个女孩正在洗澡，外面响起敲门声，女孩以为是男友回来了，便匆匆跑去开门，哪知道是一名陌生男子。女孩奋力抵住门，可奈何男人力气过大，还是冲了进来。原来女孩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玲姐的住所。他妈的，这新来的妞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女孩懵了，刚想说话，却被男人一把搂进怀里，开始撕扯衣服。这时，女孩男友赶了回来，看到女友被侵犯，他冲上前就与男人厮打在一起。女孩在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，听到男友呼喊，女孩这才反应过来，直到男人用桌子将其砸晕，这才一起跑了出去。之后，两人来到警局报案，殊不知这才是两人噩梦的开始。为了不让女孩想起刚才可怕的经历，男友陈杰提出自己单独出去做笔录。这时，警员老鬼走了进来。他色眯眯地脱掉了女孩的外套，说上面可能有凶手的血迹，需要拿走化验。当阿豪问起凶手的长相特征时，女孩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只记得凶手右手纹了一颗黑色的星星。几个警员听后立马紧张起来，原来那只手的主人正是他们的队长老杜，而此刻他就站在审讯室的外面。老杜叫来这些手下，然后愤怒地说道：“这妞是玲姐的人啊，这是鸡呀！这妞耍花样，跟那小子一起袭警，反过来还冤枉我。”说完，老杜让手下盯住陈杰，要当场把女孩办了。老鬼也紧随其后，露出一脸的淫笑。阿豪本想阻止，可是发话的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无奈下只能照做，便找人盯紧陈杰。而陈杰却无意中看到警员们的合照，一眼就发现了那个熟悉的纹身。猛然间，他就意识到了不妙，想要冲到审讯室，却被两个警员死死拦住。透过门缝看到女友正在被人凌辱，他奋力挣脱，可奈何不了他们人多。之后他被吊在房梁之上，还被警察暴打，眼睁睁看着一群人渣轮番对女友施暴，而自己却毫无办法。恶行结束后，一群人还在办公室互相调侃自己的战绩。而这时，一个电话响起，说女孩根本不是什么风月女，而是一名患有弱智的学生。原来女孩从小和外婆相依为命，她从小智力缺陷，但外婆还是希望她去读书，因此每天接送她上学。女孩最爱吃的就是鸡肉包，而陈杰就是包子铺的店员，他一直喜欢女孩，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等女孩放学来买包子。可有一天，女孩并没有来，连续3天，他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到女孩。他去女孩的学校看，也一样没有看到。他担心女孩出事，便到女孩家里查看，却发现外面围满了人。原来是女孩的外婆去世了，因为天生弱智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就一直守在外婆身边，直到有人发现报了警，因为他自己无法生活，于是福利院的人直接带走了他。可他不愿待在那里，没办法，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麻醉剂。深夜，陈杰找到女孩，便将她带走了。几名警察在警局内轮流侵犯一个女孩，女孩男友看到极力反抗救女孩，可警察却把她吊了起来，当着她的面强暴她的女友，可她却无能为力。她不忍看到这番场景，闭上眼睛，咬紧牙关说道：“撑住啊，张爷啊！”恶行之后，这帮警察喝着啤酒吹着牛，丝毫没发觉事情的严重性。直到一个电话响起，他们才知道女孩并不是什么风月女，而只是一个患有弱智的学生。但他们并没有感到歉意，也没想着怎么挽回过失，而是想要把这一切瞒过去。在这之前，陈杰将张颖从福利院带走后，陈杰就带她回了家，可家里已经被警察封锁，他们进不去。砸门声惊动了对面大姐，女人虽然是风月女，但心里也是很善良的。看到张颖满头大汗，便让她在自己家中洗澡，而自己便外出工作，让2人在她这里过夜。女人走后，陈杰担心张颖肚子饿，便独自下去蒸包子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陈杰前脚刚走，后脚老杜就冲了进来。他以为张颖是这里新来的妹妹，才开始动手动脚。可事情已经发生，他们不想着怎么挽回过错，还说她就是个弱智女，出去说警察侵犯她，没人会相信。至于陈杰，他竟然把自己打得这么狼狈，那就给他一些教训。随后就将陈杰告上了法庭。我们怀疑这名男子跟一宗盗窃案有关，所以逮捕了他。在证人房里的时候，他曾经反抗。可他们不仅诬陷陈杰盗窃、袭警，还冤枉他夺枪。就这样，陈杰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。阿豪威胁女孩：“如果你多嘴，那小子就别想出来。”他们不仅威胁女友，就连自己也被诬陷。虽然身在监狱，但心里已经在想该如何复仇。首先，
他将自己的手指磨破，咬掉皮肤，直到指纹全部消失。这就是男人复仇的第一步。很快到了陈杰出狱的日子，女友前来接他，却已有了身孕。陈杰看后痛苦不已，很显然是那几个人渣留下的罪恶。为了女友，陈杰只能强忍悲痛。回到家后，陈杰装作若无其事，似乎一切都回到了以前的幸福时光。但其实他已经开始了复仇。第一个目标是丁仔。这天，丁仔刚到家，陈杰突然出现在身后，然后用碎盘子死死抵住丁仔咽喉。无论对方怎样挣扎，但陈杰就是不松手，直到丁仔没了呼吸。第二天，警方接到市民举报，在河里捞出一个白色的袋子，带回到鉴定室时，大家都被这恶臭无比的味道熏得不停咳嗽。等打开一看，随着秽物流出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里面竟是7个月大的婴儿尸体，里面还有一个证件，仔细一看，竟是丁仔。众人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便立即赶到丁仔家中，屋内却空无一人。他们谨慎地向屋内走去，可脚底传来了粘稠的触感，顺着血迹望去，丁仔怀孕的妻子被人硬生生地开膛破肚，腹中的胎儿也早就不翼而飞，场面极其骇人。众人恍然大悟，白色袋中的胎儿便来自这里。男人将手指磨破，皮肤咬掉，直到指纹全部消失。这就是男人复仇的第一步。半年前，女友遭到数名警察侵犯，还将男人吊了起来，让他眼睁睁看着，最后还被诬陷袭警、抢夺枪支，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，还威胁女孩，要是出去乱说，就让他再也见不到她。因为女孩有智力缺陷，所以便什么也没说。陈杰出狱后便展开了自己的复仇计划。他第一个目标是丁仔，将丁仔杀害后，也把他怀孕的妻子开膛破肚。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另一边，老鬼和妻子刚到家，他刚要给妻子倒杯水，可下一秒，妻子就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老鬼一下子看出了端倪，他缓缓退后，慢慢解开了枪套。这时，阿豪几人接到老鬼电话，可接通之后，里面却没有任何声音。原来是陈杰故意让老鬼拨打的电话。等几人赶到时，老鬼的妻子也同样被人开膛破肚，而老鬼也被活活用开水溺死在了浴缸。接连发生的命案让众人知道这是一宗连环杀人案，便开始行动起来，将所有的道路封锁起来。陈杰本来有机会逃掉，可他却故意露出破绽，然后主动让警方逮捕自己。审讯室里，阿豪认出了陈杰，知道他是回来复仇的，但阿豪怎么逼问，陈杰就是拒不认罪。原来他早就在监狱将指纹全部抹平，所以现场没留下一丝证据。见陈杰什么都不说，便开始了私刑，让人捆住陈杰的双脚，随后用一根钢针插进他的耳朵。可即便如此，陈杰依旧不肯认罪。无奈之下，阿豪用上了更可怕的招数，他将图钉撒满整个桌面，然后抬起陈杰狠狠地砸了上去。直到这一刻，阿豪再也忍不住，以为我认不出你啊，陈杰！开枪！就在这时，阿豪的上司赶来了，他命令二人立即放了陈杰。阿豪不明白，明明陈杰就是凶手，是他，又有个孕妇被人剖腹，你还肯定是他？原来张颖为了帮男友脱罪，她拿起刀走进浴室，强忍剧痛剖开肚子，然后取出自己的孩子，在昏迷的最后一刻将刀扔进了下水道。有了不在场证明，男友陈杰被无罪释放。可阿豪知道陈杰是来复仇的，为了查清最后一个案件真相，他果断来到医院，可还是晚来了一步。女友已被陈杰接走，阿豪一路追赶，终于在停车场追上了对方，朝着阿豪就冲了过来。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撞死阿豪，而是停了下来。两人对视片刻，陈杰又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阿豪赶紧开车去追，然后让同事绕道去加油站拦截。同事立即赶去，看到后果断开枪，车子瞬间失控，最后停了下来。就在男人缓缓靠近时，陈杰从旁边突然出现，一把打掉他的手枪，两人随即大打出手。混乱中，陈杰猛地给对方灌了一口汽油，然后捡起手枪扣动了扳机，对方身上瞬间燃起大火，整个人从内烧到外。这时阿豪追了上来，陈杰逃向一片荒地，阿豪一个加速撞向一旁的石头，车子瞬间腾空，在空中转了几圈，差一点砸到陈杰。阿豪从车里爬出来，没跑几下就追上了陈杰，拿出警棍对着陈杰就是一顿猛抽，直到他倒地不起。阿豪刚要给他最后一击，没想到陈杰捡起前方的井盖。就这样，阿豪也被解决掉了。
第二天，队长找了过来，他看到车里的女孩，知道陈杰就在附近，于是朝天开枪，想要引陈杰出来。可陈杰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，看到没有动静，队长又朝着张颖开了2枪，似乎是心灵相通。陈杰在这时慢慢醒来，他缓缓站起身，队长拿着枪朝他慢慢靠近，然后连开数枪，但没有一枪打中要害。就在队长准备彻底了结陈杰时，手枪却突然卡壳，无论怎么尝试都没用，可能是命不该绝。队长留了一句话便离去了。我跟你的仇恨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死不了，就回来找我。几年后，队长成了福利院的院长，似乎已经放下一切，但是他没想到陈杰并没有死。这天，陈杰再次找到队长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我也为你祈祷。听到这儿，陈杰一把按住那只手，一枪崩掉了那颗黑色的五角星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结束了2人之间的恩怨。我跟你的仇恨到此为止，以后你不用为我祈祷。